开展一次世界咖啡会谈。在开展世界咖啡会谈前，你需要注意这几个问题：布置场地环境，清楚角色定位，确定会谈主题，收集与会者观点，应对分歧和压力。布置场地环境，这里说的场地环境布局是在一种理想的情境下，如果这种模式不太适合你的会场，你也可以发挥想象力，即兴设计一场可以不使用桌子的世界咖啡会谈。例如，在没有桌子的条件下，会谈开始的时候，你可以让大家坐在椅子上围成一圈。言归正传，我们来看看场地环境应该怎样布置。如果让你来布置世界咖啡会谈的房间，你会怎样布置呢？来挑选一些物品吧。看看你所选择的物品将怎么用吧。1. 房间布局。房间采光良好，能够看到外面的植物。如果可能的话，在房间里放置一些植物或鲜花，会给咖啡屋带来舒适自然的感觉。小圆桌或方桌可以放置4、5个，圆桌能带来良好的咖啡屋氛围。每桌摆放5张椅子，因为一桌少于4个人，可能不会带来更多的观点和看法，而多于5个人，则会限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配合。桌子放置的稍微混乱些，不要太整齐，营造一种自由随意的氛围。最好用带有方格图案或较休闲色彩的桌布，如果没有的话，可以用白色桌布代替。2. 用品。在每张桌子上放置2张挂图用的白纸。想象一下，在咖啡屋的桌布上涂鸦是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如果你要取走并张贴这些纸张，你可以放置更多张，因为如果在桌布上记录观点，每个桌子上的挂图架子一般就不需要了。准备墙壁绘画和活动挂图，这可以用来总结或展现人们的观点和顿悟出来的东西。用一整面墙来张贴壁画或2个大型的移动白板，这有利于图示的记录。墙面也可用于张贴从各桌收集来的纸张。每张桌子上的杯子里放上各种彩笔，你可以用水彩记号笔或者沾头墨水笔，或者更深颜色的记号笔，如红色、绿色、蓝色、黑色或紫色。在每张桌子上放上装满鲜花的花瓶，花要小，不要挡住视线。如果场所允许的话，可以再加上一些小蜡烛。另外，准备一张咖啡桌，放在房间的前方，用来放置一些主持人和演讲者的资料。一张靠墙的桌子用来放置为与会者准备的咖啡、茶、水和茶点。为主持人、与会者和演讲者准备标有姓名的座签和能够移动的椅子。3. 备选设备。备选的设备包括这些：投影仪、幕布、放投影仪的桌子、数码相机等。主持人使用的麦克风，如果需要的话，2个无线耳麦和2个手提式无线麦克风。一个装基本用品的箱子、订书机、纸夹、橡胶带、彩笔、封口胶带、备用钢笔、图钉、铅笔、有粘性的便签纸。4英寸乘6英寸或者5英寸乘8英寸的彩色卡片，最好是彩色的，不是白色的。如果可能的话，要为每个参与者都准备足够的卡片，便于他们可以在会谈时做笔记，在不同的桌子之间分享他们的观点。亮色的4英寸乘6英寸的大的带粘性的便笺纸，分成25张一包，每个桌子上放一包。当你让人们写下自己观点并张贴出来的时候，就需要它们了。你的场地环境布置得怎么样了？再对比一下上面所提到的物品，准备好了。2. 清楚角色定位。当然了，你还要清楚这些角色：主持人、桌主、小组成员。主持人需要做些什么工作？介绍此次研讨的主题、流程和原则。主持人在会谈中主要起引导作用，鼓励发言，维持倾听和良好互动的气氛。每桌选出1名桌主，桌主组织小组成员进行第1轮研讨。
小组成员要勇于贡献自己的想法，欣赏、聆听和观察他人的想法，要放下批评，学习反思，是否有更多的想法连接。3. 确定会谈主题。如何确定世界咖啡会谈的主题？发现战略方向就像寻找金矿，发掘金矿就在于发现关键性问题，也就是那些能够真正推动人们能力和学习走向未来的战略性问题。但你如何能找到金矿呢？1. 你仔细全面地检查着土地的轮廓，也就是你实际生活的情形。对于我来说，这是我们商业、组织和社会的状况。2. 在行进过程中记录下有趣的部分，因为你可能在开拓新的领域或路径。3. 你翻转石头，看看下面有什么，是否有哪怕很小的金粒、小问题。小金粒可能会指引你找到有大金块、关键性问题的地方。当你在观察这些情形的时候，你是在搜寻着线索或其他外在标志，目的是要看看你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将你带向何方，从而根据你的情形分析其揭示的关键性问题。4. 如何应对分歧和压力？很尴尬，在进行咖啡会谈时，有2个组员观点对立，感觉整个会谈都无法推动了。如果不同人的视角相差比较大，甚至对立，就需要主持人应对分歧和压力。世界咖啡是一场充满矛盾的会谈，还会有各种的分歧对立，如何应对分歧与压力呢？观点和理解力的差异是新的见解的形成过程之一，但是这些分歧可能带来人们的激情与兴奋，或者是交集和纷争。如果你能预见这些困难，或发现那些难以进行的会谈，那么在即将开始的一轮会谈中，你就可以鼓励参与者使用这些声明。我很欣赏你刚说的话，你的话中令我重新思考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你的观点，我想问你，恰当的使用这些简单的原则，能使咖啡会谈获得成功，把充满分歧的对话变成大家能够利用思想和观点的多样化共同学习的目的。5. 如何收集与会者观点？对于这个问题，下面有5个方法能够帮到你。1. 使用图示记录设备，在全体会谈中可以使用它将小组的想法描绘在活动挂图或墙壁画纸上。这些彩色的墙壁画纸就像块大桌布，使每位与会者都能看到重要的见解和行动机会。2. 把桌布放在走廊展示，把桌布挂在墙上，从而每个人在休息期间可看到各小组的观点，为张贴各自的关键见解做好铺示。3. 张贴你的观点，每一位与会者可以在一张大的粘贴纸上写下一条自己对问题的理解，然后把它贴在墙上，这样每个人在休息的时候都可以对所有的观点做出评价和反馈。它可用于世界咖啡会议结束时，使大家巩固对主要的问题和行动的理解。4. 建立点子群，让与会者自愿把自己的见解放在相近的组中，以便人们发现一些有联系的观点，这能帮助小组计划下一步的行动。5. 讲故事，一些世界咖啡在会谈之后，把他们工作的结果用报纸或故事书的形式分享给更多听众，或者把绘图记录员收集的内容整理成一本图画书，书里面主要是图片和记录的文字，以备未来之需。在世界咖啡会谈中，倾听尤为重要。倾听的目的是要找出我们所探寻的领域意义何在，在过程中应该学会如何一起思考，或者创造新的共识知识，而不仅仅是分析大家共有的问题。运用世界咖啡会谈要具备一种集体的感应，让想法、感情和往后的行动都成为集体的行为。开展世界咖啡会谈的能力是一个团队能共同学习的关键。只要你有心，愿意在每次沟通的场合都遵循世界咖啡会谈的原则，
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开始世界咖啡深度会谈。